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听故事，长智慧，品人生。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接生婆救了难产刺猬，刺猬报恩救了她一命。哎呦呦，这可使不得呀！这刺猬咋还难产了呢？村东头的接生婆刘姥姥正对着一只躺在自家院子里挺着大肚子的刺猬发愁。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可眼瞅着那刺猬疼得直打滚，刘姥姥心里也不落忍。她干这行几十年，救过的人命没有1000也有800，今儿个她得试试救救这只小动物的命。这事儿得从头说起。刘姥姥是10里8村有名的接生婆，一双巧手不知道迎接了多少新生命的到来。她家里养了一只老猫，名叫花脸，平日里跟她形影不离。那天晚上，花脸突然在门口喵喵直叫，还时不时往院子里拽，像是有什么急事。刘姥姥披上衣服，跟着花脸出了门，结果在院子的角落里发现了那只挺着大肚子的刺猬。刺猬一见有人，立马缩成一团，浑身的刺立了起来。可刘姥姥眼尖，一眼就看出它不对劲儿，那肚子大的都快把刺撑开了。你这是咋的了？怀了崽儿了？刘姥姥试探着问。刺猬似乎听懂了，慢慢放松了警惕，但仍然疼得直哆嗦。刘姥姥心一横，决定出手相助。她小心地拿起一根细长的树枝，轻轻拨弄刺猬，想让它翻过身来。刺猬倒也配合，只是那肚子实在太大，翻起来费了不少劲。刘姥姥深吸一口气，开始模仿给人接生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按压刺猬的肚子。这一按可不得了，刺猬疼得滋滋直叫，刘姥姥也吓得一身冷汗。但她没有放弃，继续轻柔地按压，终于伴随着一阵微弱的叫声，几只小刺猬崽儿从刺猬妈妈的肚子里滑了出来。刘姥姥松了口气，用一块干净的布小心翼翼地把小刺猬崽儿裹起来，放在一旁。刺猬妈妈也恢复了力气，慢慢爬到孩子们身边，开始哺乳。行了，你也算捡回一条命。刘姥姥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回了屋。这事儿她也就当做了个善事，没往心里去。可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刘姥姥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疼痛，紧接着她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咬她的手指。她猛地睁开眼，借着月光一看，竟然是一只小刺猬。哎呦，你这小家伙咋跑我屋里来了？刘姥姥边说边想把小刺猬赶走，可这小刺猬却像是生了根似的，死活不走。刘姥姥觉得不对劲儿，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胸口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红点儿，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她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疼痛不是梦，而是真的。你这小家伙，不会是在报复我吧？刘姥姥哭笑不得，想伸手去捉小刺猬，结果手刚碰到，就觉得一股剧痛传来。她低头一看，自己的手指竟然被小刺猬的刺扎破了。刘姥姥疼得直咧嘴，赶紧找来一块布，把伤口包起来。她心里明白，这小刺猬绝对不是来报复的，肯定是有什么事儿求她。果然，第二天一早，刘姥姥发现自己的胸口竟然肿了起来，还伴随着一阵阵的疼痛。她赶紧找来村里的老中医，老中医一看，脸色就变了。你这是中了毒啊，看这样子像是被什么有毒的东西咬了。老中医说完就开始给刘姥姥开方子抓药。刘姥姥心里明白，这事儿肯定跟那只小刺猬有关。她想起自己给刺猬接生的那天，心里不禁有些后悔。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多管闲事。可后悔归后悔，病还得治。刘姥姥按照老中医的方子吃了几天药，胸口的肿终于消了，但疼痛却没有减轻。她心里明白，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天晚上，刘姥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着。突然，他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他猛地坐起身，透过窗户一看，只见一只大刺猬正带着几只小刺猬在院子里转悠。你这小家伙，还带着全家来报复我来了！刘姥姥边说边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刺猬们一见刘姥姥，立马停了下来，像是在等什么。刘姥姥心里好奇，慢慢靠近，只见那只大刺猬嘴里叼着什么东西，正朝她走来。等刺猬走近了，刘姥姥这才看清，那竟然是一块草药。你这是给我送药来了？刘姥姥惊讶地问。刺猬似乎听懂了，点了点头，然后把草药放在地上，转身带着小刺猬们走了。刘姥姥看着地上的草药，心里一阵感动。她这才明白，原来那天晚上小刺猬咬她，是为了让她发现胸口的毒。而今天大刺猬又带着草药来救她，这简直就是报恩啊！刘姥姥赶紧捡起草药，按照老中医的方法敷在伤口上。没过几天，胸口的疼痛竟然真的减轻了。这事儿传出去后，村里人都说刘姥姥是个有福之人，连刺猬都来报恩。刘姥姥听了，心里美滋滋的，逢人就夸那只刺猬聪明。可没多久，村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天夜里，村里突然起了大火，熊熊的火光照亮了半边天。村民们纷纷起床救火，可火势太大，根本控制不住。刘姥姥也被吵醒了，她看着眼前的火海，心里一阵绝望。就在这时，她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一只大刺猬带着几只小刺猬从火海里冲了出来。你这是要带我们逃出去？刘姥姥惊讶地问。刺猬似乎听懂了，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一个方向跑去。刘姥姥见状也顾不上多想，赶紧跟着刺猬跑了出去。他们跑啊跑，终于跑到了一片空地上。这时刘姥姥才发现，原来这里是村子的后山，平时根本没人来。你这小家伙真是聪明绝顶啊！刘姥姥看着眼前的刺猬，心里一阵感激。就在这时，她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呼喊声，原来是村里的村民们也逃了出来。大家聚在一起，看着眼前的火海，心里都充满了恐惧。这可咋办呢？咱们的家都没了。一个村民哭着说。刘姥姥看着大家，心里也一阵难过。但她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活下去，于是她振作起来，带着大家开始重建家园。在重建的过程中，刘姥姥发现那只大刺猬和她的孩子们经常会在夜里出现，帮他们搬运东西，或是守护家园。村里人都说这是刺猬在报恩呢。日子一天天过去，村子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刘姥姥也老了，干不动接生的活了，但她每天还是会坐在院子里，看着那只大刺猬和她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幸福。直到有一天，刘姥姥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村民们都说她是被刺猬们接走了，去了一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地方。而那只大刺猬和他的孩子们，也像是完成了使命一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村民们总会听到一阵阵滋滋的叫声，像是刺猬们在为刘姥姥守夜一样。这事儿也成了村里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每当有人提起，总会让人心生敬畏，感叹世间的奇妙和生命的伟大。打从刘姥姥走后，那村子算是彻底变了样。原先大伙儿还都念着她的好，时不时去她坟头拜拜。可日子一长，新鲜事儿一出，刘姥姥的事儿也就慢慢被搁到了脑后。可村里那只刺猬却像是成了精似的，隔三差五就在村里溜达，尤其是到了夜里，那滋滋的叫声，听得人心里直发毛。村里人都说那是刘姥姥回来找他们了，吓得晚上都不敢出门。这事儿
还得从刘姥姥走后不久说起。那天夜里，村里的小王是个出了名的胆儿大、不信邪。他听了村里人的传言，心里直痒痒，非得亲眼见那刺猬不可。小王拿了根棍子，悄悄地出了门。他顺着声音找去，果然在后山的一片树林里看到了那只大刺猬。只见它浑身的刺在月光下泛着银光，身边还围着几只小刺猬，正滋滋地叫着，像是在开什么秘密会议。小王心里一喜，悄悄靠近，想逮住那只大刺猬，好让大家瞧瞧这刺猬到底有啥了不起的。可就在他快靠近的时候，突然感觉一阵冷风袭来，紧接着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等小王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片荒地上，身边是那几只小刺猬，正瞪着眼睛看着他，而大刺猬则在不远处背对着他，像是在守护着什么。小王心里一阵害怕，想爬起来逃跑，可却发现自己的腿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根本动不了。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的腿上竟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妈呀，这是啥玩意儿？小王吓得大叫，使劲甩着腿，想把虫子甩掉。可那些虫子像是生了根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就在这时，大刺猬突然转过身来，朝小王走了过来。小王心里一紧，以为他要攻击自己，吓得闭上了眼睛。可没想到，大刺猬走到他面前，用嘴叼起那些虫子，一个一个地吞了下去。小王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刺猬把那些虫子都吃掉，心里一阵感激。他这才明白，原来大刺猬是在救他。等腿上的虫子都被大刺猬吃光后，小王感觉腿上一阵轻松，终于能站起来了。他感激地看着大刺猬，想说些什么，可大刺猬却像是完成了任务似的，转身带着小刺猬们走了。小王回到村里，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大伙听了，都惊得目瞪口呆，心里对大刺猬的敬畏又多了几分。可这事儿还没完，没过多久，村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天村里的小张是个出了名的懒汉，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正事。他听了小王的事儿后，心里直痒痒，也想见那刺猬，好沾点光。小张拿了把刀，悄悄地出了门。他顺着小王说的路线，找到了那片树林。果然，他又看到了那只大刺猬和几只小刺猬。小张心里一喜，悄悄靠近，想一刀砍死那只大刺猬，好拿它的刺去卖钱。可就在他快靠近的时候，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就啥也不知道了。等小张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片坟地里，身边是那几只小刺猬，正瞪着眼睛看着他，而大刺猬则在不远处背对着他，像是在守护着什么。小张心里一阵害怕，想爬起来逃跑，可却发现自己的身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根本动不了。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的身上竟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蛇。妈呀，这是啥玩意儿？小张吓得大叫，使劲扭动着身子，想把蛇甩掉。可那些蛇像是生了根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就在这时，大刺猬突然转过身来，朝小张走了过来。小张心里一紧，以为他要攻击自己，吓得闭上了眼睛。可没想到，大刺猬走到他面前，用身子挡住了那些蛇，不让他们靠近小张。小张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刺猬和那些蛇对峙着，心里一阵感激。他这才明白，原来大刺猬是在救他。可就在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几个村民跑了过来。他们看到小张躺在坟地里，身上爬满了蛇，都吓得直往后退。小张，你这是咋了？咋跑到坟地里来了？一个村民大声问道。小张想说话，可嘴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根本说不出话来。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村民，心里一阵绝望。就在这时，大刺猬突然朝那些村民冲了过去，把那些蛇都吓跑了。小张见状，赶紧趁机爬起来，想逃跑。可那些村民却以为大刺猬要攻击他们，纷纷拿起棍子朝大刺猬打去。别打，他是来救我的！小张大喊道。可他的声音却被那些村民的喊叫声淹没了。大刺猬被村民们打得浑身是血，但仍然死死地守护着小张。小张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无能为力。就在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紧接着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跑了过来。他们看到这情况，赶紧制止了村民们。都住手！你们在干什么？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大声问道。村民们这才停下手中的棍子，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些穿着制服的人。那些人听了，都惊得目瞪口呆，赶紧把大刺猬和小张都带走了。原来那些穿着制服的人是县里的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接到举报，说有人在这里捕杀野生动物，所以才赶了过来。经过一番调查，他们发现原来小张是想捕杀大刺猬，才遭到了蛇的攻击，而大刺猬则是在保护小张，才被村民们误打的。得知真相后，村民们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他们这才明白，原来大刺猬一直在守护着他们，而他们却恩将仇报，伤害了他。而那些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决定把大刺猬带走，好好照顾它。他们知道，像大刺猬这样有灵性的动物已经不多了。小张被救后也彻底悔改了，他不再游手好闲，而是开始努力干活，挣钱养家。而每当他想起那只大刺猬时，心里都会充满了感激和愧疚。这事儿也成了村里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每当有人提起时，都会让人心生敬畏，感叹生命的伟大和自然的神奇。而大刺猬也像是完成了使命似的，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村民们总会听到一阵阵滋滋的叫声，像是刺猬们在为刘姥姥和小张守夜一样。这事儿就像是一个未解之谜，永远地留在了村民们的心里。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搬运工厚葬老翁。头七夜，老翁托梦娶我孙女，必有厚报。您瞧瞧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村头老槐树下，一群村民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议论纷纷。这事儿啊，还得从前几天说起。那天清早，村委的搬运工李大壮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准备去镇上揽活儿。刚出门没多远，就见村口躺着一具衣衫褴褛的老翁尸体，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似的。村里人见了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了晦气。可李大壮心善，想着人死为大，总得入土为安，便咬咬牙，用自己攒下的辛苦钱，给老翁置办了一口棺材，又请了几个乡亲帮忙，把老翁风光大葬了。这事儿在村里传开，有人夸李大壮心好，也有人背后嘀咕，说他傻，平白无故给自己找麻烦。李大壮听了，只是一笑而过，心里想着，人这一辈子总得做点对得起良心的事儿。转眼间就到了老翁的头七夜。这天晚上，李大壮干了一天活，累得骨头都快散了架，一沾床就睡着了。迷迷糊糊间，他觉得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了起来，睁眼一看，竟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前，而那宫殿的台阶上正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是他前几天安葬的那位老翁。老翁一见李大壮，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说道：“大壮啊，你心地善良，肯为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头子送终，我感激不尽。今晚我特地来感谢你。”李大壮一听，连忙摆手：“老人家，您可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老翁微微一笑，
接着说：“我本是这山中修炼千年的灵狐，只因一场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你对我的恩情，我记在心里。这样吧，我膝下有一孙女，名叫小翠，她聪明伶俐，模样也俊。你若愿意娶她，我必保你一生富贵无忧，子孙满堂。”李大壮一听，愣住了，心说：这老人家是不是糊涂了？我一个穷小子，哪配得上什么灵狐的孙女呀？老翁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笑道：“你放心，小翠她不在乎这些，只要你对她好，她自会一心一意跟着你。而且我还有一些法宝，能助你改变命运。”说完，老翁从袖中掏出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递给李大壮：“这是我修炼千年的内丹，你收好。只要有了它，你便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李大壮接过珠子，只觉得一股暖流涌入心田，整个人都变得精神抖擞起来。他刚要开口，却见老翁的身影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空气中。李大壮猛地惊醒，发现自己还躺在床上，手里紧握着那颗珠子。他以为只是个梦，可低头一看，那珠子却实实在在躺在手心，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第二天，李大壮像往常一样去镇上揽活儿。刚走到村口，就见一个穿着青衫、面容清秀的姑娘站在那里，正是梦中老翁提到的孙女小翠。小翠一见李大壮，便上前施礼：“恩公，我是小翠，爷爷让我来找你。”李大壮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难道那梦是真的？小翠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微笑着说：“恩公不必惊慌，我爷爷昨晚已经托梦于你，他老人家说了，只要你愿意娶我，他必保你一生富贵。”李大壮挠挠头，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搬运工，哪敢高攀？可一想到老翁的恩情和那颗神奇的珠子，他又觉得这事儿或许可行。于是他壮着胆子问：“小翠姑娘，我只是个穷小子，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小翠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恩公，我愿意。我相信爷爷的眼光，也相信你是个好人。”就这样，李大壮和小翠成了亲。婚后，他们的生活果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翠不仅长得漂亮，还聪明能干，家里家外一把手。而李大壮呢，自从有了那颗珠子，无论干什么都顺风顺水，很快就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村里人见李大壮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有人问他：“大壮啊，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运啊？”李大壮嘿嘿一笑，只说：“这都是我媳妇的功劳。”日子久了，村里人也都知道了小翠的身份，但没人敢议论什么。毕竟李大壮家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谁不想沾点喜气呢？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李大壮和小翠成亲后的第3年，村里突然闹起了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苦不堪言。李大壮看着村里人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想起了那颗珠子，决定用它来救乡亲们。于是他拿出珠子，按照小翠教他的方法念动咒语，只见珠子瞬间光芒大放，化作一场甘霖，滋润了干渴的土地。村民们见状，纷纷欢呼雀跃，称赞李大壮是活菩萨转世。然而这场甘霖虽然解了燃眉之急，却也引起了附近一个恶霸的注意。那恶霸名叫赵二狗，是个欺男霸女的家伙。他见李大壮有如此宝物，便起了贪心，想要据为己有。这天晚上，赵二狗纠集了一帮打手，趁着夜色闯进了李大壮家。李大壮和小翠见势不妙，连忙躲进了密室。赵二狗在屋里搜了一圈，没找到珠子，气得哇哇直叫：“李大壮，你给我滚出来！把珠子交出来，饶你不死！”
李大壮躲在密室里，听着外面的吵闹声，心里暗暗着急。他知道自己虽然有了珠子，但终究不是赵二狗那些打手的对手。就在这时，小翠突然说道：“相公，你别怕，我有办法对付他们。”说完，小翠化作一只巨大的灵狐，冲出了密室。那些打手一见，吓得魂飞魄散，纷纷逃窜。赵二狗见状，也吓得腿都软了，他跪在地上，连连求饶：“灵狐奶奶，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小翠冷哼一声，说道：“赵二狗，你作恶多端，今日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当我们好欺负。”说完，他张嘴一吐，一道火焰直奔赵二狗而去。赵二狗躲闪不及，被烧成了灰烬。村民们见恶霸被除，纷纷拍手称快。他们感激李大壮和小翠的恩情，都把他们当成了村里的守护神。然而这场风波过后，李大壮却发现小翠越来越憔悴。他问她怎么了，小翠只是摇摇头，说没事。直到有一天晚上，李大壮梦见老翁出现在他面前。老翁告诉他：“大壮啊，小翠为了救你，已经耗尽了修为，如今她的寿命已尽，即将离开人世。你若有情，就好好陪她走完最后一段路吧。”李大壮惊醒后，发现小翠正躺在自己怀里，气息微弱。他抱着小翠，泪如雨下。小翠勉强睁开眼睛，笑着说道：“相公，你别难过，能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替我照顾好爷爷。”说完，小翠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李大壮。李大壮抱着小翠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最爱的人，也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从那以后，李大壮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守在小翠的坟前，陪她说话，给她讲故事。村里人见他这样，都纷纷摇头叹息，说他是个痴情种。然而只有李大壮自己知道，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一个灵魂。那个曾经让他充满希望和力量的灵魂，如今已经永远地离他而去。岁月流转，李大壮也渐渐老去。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坎坷，但始终没能忘记小翠。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了小翠那熟悉的笑容，听到了她温柔的声音：“相公，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话说李大壮守着小翠的坟头，一过就是几十年。村里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他的身影却始终没离开过那片地方。这天晚上，月黑风高，李大壮坐在坟前，抽着旱烟袋，心里琢磨着：“小翠啊小翠，咱俩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你说人死了以后真的能去另一个世界吗？”他正想得入神，突然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李大壮抬起头，借着月光一看，只见坟头上竟然站着一只白狐狸，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李大壮心里一惊，心想：这狐狸哪来的？大半夜的，可别是个不祥之物。他正琢磨着，那狐狸突然开口说话了：“大壮叔，你别怕，我是小翠。”李大壮一听，手里的旱烟袋差点掉地上。“啥？你是小翠？这怎么可能？”那狐狸点点头，说道：“大壮叔，真的是我。我爷爷当年用法力护住了我的一丝魂魄，让我有机会在世间轮回。如今，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记忆。”李大壮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小翠呀，你可算回来了！这些年，我可想死你了。”小翠化作人形，依偎在李大壮怀里，说道：“大壮叔，我也想你。不过我爷爷说我这次的回归，是为了解决一个更大的危机。”李大壮一愣：“啥危机？”小翠说道：“最近，村里出现了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吞噬村民的灵魂。我爷爷说，这股力量来自一个被封印的魔头，如今封印松动，
魔头即将苏醒，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封印之地，重新封印它。李大壮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可咋整啊？小翠说道：“大壮叔，别担心，我爷爷给了我一本秘籍，上面记载了封印魔头的方法。不过要完成封印，需要找到3件神器：玉笛、金铃和龙珠。”李大壮咬了咬牙，行，为了村里人，为了咱俩，我去找。于是李大壮和小翠踏上了寻找神器的征途。他们走过了千山万水，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第1件神器——玉笛。这天晚上，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废的古寺。古寺里阴森森的，透着一股不祥的气息。李大壮和小翠小心翼翼地走进寺内，只见大殿中央放着一个石台，石台上放着一只通体晶莹的玉笛。李大壮正要上前去拿，突然听见一阵诡异的笑声。他抬起头，只见大殿的阴影处走出一个身披黑袍的怪人，脸上戴着一张狰狞的面具。哼，想拿玉笛，没那么容易。怪人说道。李大壮一愣，你是谁？为啥拦着我们？怪人冷笑道，我是魔头的使者，专门来阻止你们。识相的，赶紧滚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小翠挡在李大壮身前，说道：“想伤害大壮叔，先过我这关。”说完，他化作一只灵狐，扑向怪人。怪人一见，慌忙迎战，两人你来我往，斗得难解难分。李大壮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却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怀里那颗珠子。那是老翁当年给他的内丹，据说有着神奇的力量。李大壮心想，管它有没有用，先试试再说。于是他掏出珠子，念动咒语，只见那珠子瞬间光芒大放，化作一道金光，直奔怪人而去。怪人一见，吓得魂飞魄散，他慌忙躲避，却还是被金光击中，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李大壮和小翠趁机上前，拿走了玉笛。他们刚走出古寺，就听见身后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古寺瞬间崩塌。两人相视一笑，继续踏上了寻找神器的征途。经过多日的奔波，他们终于找到了第2件神器——金铃。这天，他们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里雾气蒙蒙，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李大壮和小翠小心翼翼地走进森林，只见一棵巨大的古树上挂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金铃。他们刚要上前去拿，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李大壮抬起头，只见一群黑衣人正朝他们奔来，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枪。站住，把金铃交出来！黑衣人喊道。李大壮一愣，你们又是谁？为啥拦着我们？黑衣人冷笑道，我们是魔头的手下，专门来抢夺神器。识相的，赶紧交出来，否则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小翠冷哼一声，就凭你们，也想抢夺神器？说完，她化作一只灵狐，扑向黑衣人。黑衣人一见，纷纷迎战。李大壮虽然年老体弱，但也拼尽全力与黑衣人搏斗。他手里握着那颗珠子，不时发出金光，击退一个个敌人。经过一番激战，黑衣人终于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逃窜。李大壮和小翠趁机拿走了金铃。他们刚走出森林，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惨叫声和哀嚎声。两人相视一笑，知道是那些黑衣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他们继续踏上了寻找神器的征途。经过多日的寻找和冒险，他们终于找到了最后1件神器——龙珠。这天晚上，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山之巅。山顶上有一个古老的祭坛，祭坛中央放着一个光芒四射的龙珠。李大壮和小翠刚要上前去拿，突然听见一阵狂笑声。他们抬起头，只见天空中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一个身披黑袍的魔头从乌云中缓缓降下，脸上戴着一张狰狞的面具。哼，终于找到你们了，把神器交出来，饶你们不死。魔头说道。李大壮一愣，你就是那个被封印的魔头？魔头冷笑道，没错，我就是那个曾经让天地变色的魔头。如今封印松动，我即将苏醒，只要有了这3件神器，我就能彻底摆脱封印，重掌天下。小翠挡在李大壮身前，说道，休想，我们绝不会把神器交给你。魔头怒吼一声，找死！说完，他挥动衣袖，发出一道黑色的魔气。小翠见状，化作一只灵狐，与魔头斗得难解难分。李大壮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却不知如何是好。他手里握着那颗珠子，心里琢磨着，这珠子到底能不能打败魔头呢？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老翁当年说的话，这珠子是我修炼1000年的内丹，有着神奇的力量。但要想发挥它的最大威力，必须用心去感受它的力量，与它融为一体。李大壮咬了咬牙，决定试试。他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那颗珠子的力量。只见那珠子瞬间光芒大放，化作一道金光，融入了他的身体。李大壮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仿佛脱胎换骨一般。他睁开眼睛，怒吼一声，魔头，看招！说完，他挥动拳头朝魔头打去。魔头一见，慌忙迎战，两人你来我往，斗得难解难分。经过一番激战，李大壮终于凭借珠子的力量打败了魔头。他趁机拿起龙珠，与玉笛和金铃一起，按照秘籍上的方法，将魔头重新封印了起来。封印成功后，李大壮和小翠相视一笑。他们知道，这次冒险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手挽着手，一起回到了村里。村里人见他们平安归来，都纷纷围了上来。他们听说李大壮和小翠打败了魔头，都纷纷鼓掌欢呼。李大壮和小翠在村里人的簇拥下，来到了村中心的广场上。他们拿出3件神器，按照秘籍上的方法，将它们埋在了广场的地下。据说这样可以永远镇压魔头的力量，保护村里人的平安。从此以后，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诡异的事情。李大壮和小翠也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他们偶尔还会想起那段冒险的经历，但更多的是珍惜眼前的幸福。然而，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危机却在悄悄酝酿。原来，那个被封印的魔头并没有完全消失，他的一缕魂魄趁机逃了出去，附身在了一个村民的身上。这个村民开始变得行为诡异，四处作恶。李大壮和小翠发现了这个村民的异常，决定再次出手，将他制服。经过一番调查，他们终于找到了魔头魂魄的藏身之处。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他们与魔头魂魄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经过一番激战，李大壮和小翠终于打败了魔头的魂魄。他们将他彻底消灭后，才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诡异的事情。李大壮和小翠也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他们偶尔还会想起那段冒险的经历，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期待。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未知和变数。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时候，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来到了村里。他手里拿着一本古老的书籍，声称里面记载着关于李大壮和小翠命运的秘密。李大壮和小翠半信半疑地接过书籍，翻开一看，只见里面记载着他们未来的命运和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心里一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那个陌生人说道：“你们不必惊慌，
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度过这场灾难。但要想成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李大壮和小翠相视一眼，咬了咬牙，只要能保护村里人平安，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于是在陌生人的指引下，他们开始了新的冒险之旅。这次他们将面对更加艰巨的挑战和未知的命运，但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和危险，他们都将勇往直前，为了心中的信念和幸福而奋斗到底。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支书带村民砸庙砍树，逮走长脚小蛇，村医赶紧搬家。哎呦，您瞅瞅这事儿，咱们村那老庙让人给砸了。李大爷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跟村里人嚼着舌根子。啥？咋回事儿？旁边的王婶儿一听这话，手里的针线活都不干了，瞪大眼睛问道：“说是支书带着人去的，说那庙是封建迷信，得给砸了，庙前头那棵老槐树也给砍了。”李大爷叹了口气，摇摇头。这话一出，村里顿时炸了锅。要知道，那老庙和槐树可是村里的老古董，老人们都说这庙里供的是个灵蛇仙，槐树则是他的庇护所。村里这些年风调雨顺，大家伙儿都说是沾了这俩宝贝的光。支书赵明辉却是个不信邪的，他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几年，见过世面，觉得这些都是迷信。加上最近村里要搞开发，老庙和槐树的位置正好挡了道，他便琢磨着把这事儿给办了。那天，赵明辉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家伙绳儿，浩浩荡荡地去了老庙。村民们见状都围了过来，可谁也不敢上前阻拦。都给我闪开，咱今儿就把这封建迷信给除了。赵明辉大手一挥，众人便开始动手。庙门被哐当一声砸开，灰尘四起，一股陈年老味儿扑鼻而来。赵明辉带头走了进去，只见庙里供着一尊青蛇雕像，栩栩如生，蛇头上还长着2只小角。哼，这不就是个泥塑吗？有啥大不了的？赵明辉说着就要动手砸。就在这时，庙外突然传来一阵惊呼声。赵明辉急忙跑出去，只见老槐树被砍得东倒西歪，树底下竟然有一条长角的小蛇在蠕动。哎呀妈呀，这是真蛇呀！一个小伙子吓得直往后退。赵明辉一看也愣住了。他虽说不信邪，但眼前这情景还是让他心里直犯嘀咕。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吩咐人把那条小蛇给逮住了。别怕，这就是条普通的蛇，咱把它处理了，以后村里就太平了。赵明辉故作镇定地说道。村民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支书做得好，有的说是闯了大祸。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连村医老张都知道了。老张是个老中医，医术高明，平时也爱研究些歪门邪道。他一听这事儿，眉头就皱了起来。赶紧搬家吧，这村子怕是待不下去了。老张对前来求医的村民说道。为啥呀？老张头，你别在这儿危言耸听。村民不满地说道。哎，你们有所不知，那庙里的蛇仙可是真格的。我年轻时听我师傅说过，这种长角的蛇是灵兽，轻易不会现身。如今它现身了，还被咱们给逮了，你说能有好果子吃吗？老张叹了口气，说道。村民们一听这话，心里更慌了。可支书赵明辉却不信邪，他觉得老张是危言耸听，便没当回事儿。然而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自从那天砸了庙、砍了树、逮了蛇之后，村里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出事儿。先是村里的李大娘半夜起来上厕所，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一查，竟是突发性脑溢血，差点没救回来。接着是王叔家的小孙子，白天在村口玩，突然就不见了。
大家伙找了一天一夜，最后在老槐树倒下的地方找到了他。孩子吓得脸色苍白，嘴里不停地喊着蛇，蛇。这事一出，村里人心惶惶，都说是蛇仙显灵了。赵明辉也开始坐不住了，他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竟然给村里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老张头，你说这事儿到底该咋办？赵明辉找到了老张，一脸焦急地问道。老张叹了口气，说道：支书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事儿咱惹不起。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蛇仙给请回来，再修庙种树，祈求他的原谅。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虽然不情愿，但也知道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他带着几个村民，捧着那条被逮住的长脚小蛇，又回到了老庙的地方。他们开始动手修庙，把砸碎的砖瓦一块块地捡起来，重新砌好。老槐树也被他们扶了起来，用土夯实，又浇上了水。至于那条长脚小蛇，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庙里的供桌上，点上香烛，祈求蛇仙的原谅。做完这一切后，赵明辉带着村民们在庙前跪了下来，每人磕了3个响头。蛇仙啊蛇仙，咱们知道错了，求您大人有大量，原谅咱们这一回吧。赵明辉诚恳地说道。村民们也跟着纷纷祈求，希望蛇仙能够消气。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虽然庙修好了，槐树也扶起来了，但村里的情况却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病，有的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咱们明明都把蛇仙给请回来了。赵明辉急得直转圈。老张看着这一切，心里也是暗自叹息。他知道这事儿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了。支书啊，我看这事儿咱们是办不了了，要不还是请高人来吧。老张说道。赵明辉一听这话，眼睛一亮。对呀，他们村里是有些老一辈的人，懂得一些驱邪的法子，何不请他们来试试呢？于是赵明辉开始挨家挨户的请人，终于请来了一位据说很有道行的老先生。老先生来到村里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哎呀，这村子已经被邪气笼罩了，你们这是捅了大娄子了呀。老先生叹了口气，说道。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更慌了。他连忙请教老先生该怎么办。老先生沉吟片刻，说道：这事儿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带我去看看那条蛇仙。赵明辉带着老先生来到了老庙，只见那条长脚小蛇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先生一看，叹了口气，说道：这蛇仙已经被你们折腾得不行了，得赶紧想办法救它。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更愧疚了。他连忙请教老先生该怎么救蛇仙。老先生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些黑色的药粉，撒在蛇身上。不一会儿，蛇仙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开始在供桌上爬来爬去。这药粉只能暂时保住他的性命，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得靠你们自己。老先生说道。靠自己？咋靠啊？赵明辉不解地问道。你们得重新树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别再乱砍滥伐，破坏环境了。还有，这庙和槐树得好好保护起来，再也不能让人给破坏了。老先生语重心长地说道。赵明辉一听这话，顿时恍然大悟。是啊，他们这些年为了开发，确实做了不少破坏环境的事儿，如今遭报应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于是赵明辉带着村民们开始重新规划村子的发展道路。他们不再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而是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对老庙和槐树的保护力度，再也没有人敢去破坏它们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状况开始逐渐好转，生病的人少了，失踪的人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村民们都说这是蛇仙原谅了他们，保佑了他们。然而，只有赵明辉和老张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态度和行为方式，重新获得了大自然的庇护。他们知道，要想长久地保持这种和平与安宁，就必须一直坚持下去。这事儿虽然过去了很久，但每当村里人提起的时候，还是会感慨万千。他们都说这是支书赵明辉和村民们的一次深刻教训啊。从那以后，村里人更加敬畏自然了，也更加注重保护环境了。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村子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而那条长脚小蛇也成了村里的守护神，被村民们世代传颂着。这事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平息了，但村里头还是时不时传出些古怪的事儿。有些人晚上出门，说能听见庙那边传来嘶嘶的声响，跟蛇吐信子似的。还有人看见那棵老槐树一到晚上就闪闪发光，像是被啥东西给附上了。赵明辉心里头也犯嘀咕，他琢磨着这事儿肯定没完。于是他又去找老张头商量对策。老张啊，你说这事儿到底该咋整？总不能一直这么提心吊胆地活着吧？赵明辉一脸愁容地说道。老张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眉头紧锁。支书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事儿咱是真惹不起。那蛇仙可不是好惹的，咱们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要想彻底解决，怕是得找更高人的人来。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头更没底了。他叹了口气，说道：“这高人咱上哪儿找去啊？再说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帮咱们呢。”老张头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这事儿得冒点险。”“啥主意？你快说！”赵明辉急切地问道。老张头压低了声音，说道：“我听说在咱这附近的山里头有个道观，里头住着个老道士，据说法力高强，咱要不去找他试试？”赵明辉一听这话，眼睛一亮：“对呀，他们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于是他立刻召集了几个村民，带着礼物就往山里头去了。山路崎岖，他们走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找到了那个道观。只见那道观建在悬崖峭壁之上，云雾缭绕，颇有几分仙气。他们敲了敲门，不一会儿，一个须发皆白的老道士打开了门。“几位施主有何贵干？”老道士问道。赵明辉连忙上前说明了来意。老道士一听，皱了皱眉头，说道：“这事儿不好办呐，那蛇仙可不是好惹的。”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头咯噔一下，他连忙掏出礼物，说道：“道长，您行行好，救救我们吧，我们愿意出重金酬谢。”老道士看了看礼物，摇了摇头，说道：“这不是钱的事儿。那蛇仙原本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是你们先招惹了他，如今要想解决，怕是不太容易。”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头更慌了，他跪在地上恳求道：“道长，求您发发慈悲吧，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愿意改过自新。”老道士叹了口气，说道：“好吧，看在你们诚心悔过的份上，我就试试吧。不过这事儿得靠你们自己，我只能给你们指条路。”赵明辉一听这话，连忙点头。老道士让他们准备了一些东西，然后告诉他们一个法子，说是只要按照这法子去做，就能请回蛇仙的原谅。他们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道观，按照老道士的法子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在庙前搭了个祭坛，摆上了贡品，然后开始念经烧香。这一夜，村里人都睡得不踏实，他们隐隐约约能听见庙那边传来阵阵诵经声，还有那股子香火味儿，直往鼻子里钻。到了半夜，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直劈向祭坛。村民们吓得尖叫起来，纷纷躲进屋里。
赵明辉和老张头却死死地盯着祭坛，只见那条长脚小蛇从闪电中缓缓落下，落在了祭坛上。它浑身散发着金光，显得格外神圣。蛇仙显灵了！蛇仙显灵了！村民们纷纷跑出来，跪在地上磕头。赵明辉和老张头也跪了下来，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只见那条小蛇抬起头，看了看他们，然后缓缓点了点头。接着，它便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了夜空中。村民们欢呼雀跃，他们知道这事儿算是解决了。赵明辉也松了口气，他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做这种破坏环境、得罪神灵的事儿了。然而，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恢复平静的时候，村里突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老张头的儿子小张竟然失踪了。这事儿一出，村里人都炸了锅。小张可是个老实人，平时也不出门，怎么会突然失踪呢？赵明辉心里头也直犯嘀咕，他琢磨着这事儿肯定跟那蛇仙有关。于是他连忙去找老张头商量对策。老张头一听儿子失踪了，顿时急得眼泪都下来了。他颤抖着声音说道：“支书啊，这事儿肯定是那蛇仙干的，他这是在报复我呀！”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头也直突突。他安慰了老张头几句，然后说道：“老张啊，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小张找回来。”于是他们开始发动全村人去找小张。他们搜遍了村子周围的山林、田野，甚至把村口的小河都翻了个底朝天，但还是没找到小张的踪影。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村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奇怪的消息，有人说在庙那边的山林里看见了一个浑身发光的人影。赵明辉一听这话，立刻带着人赶了过去。他们来到山林里，果然看见了一个浑身发光的人影，正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一看，竟然是小张。只见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小张，小张，你怎么了？赵明辉连忙上前问道。小张看了看他们，颤抖着声音说道：“我遇见了蛇仙。”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头咯噔一下，他连忙追问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张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的遭遇。原来他那天晚上在家里睡觉，突然听见外面有动静，他好奇地出去查看，却发现庙那边的山林里传来了阵阵亮光。他心想肯定是出了啥事儿，于是便悄悄地走了过去。结果他一走进山林，就看见了一个浑身发光的女人站在那里。他吓了一跳，刚要转身逃跑，却被那个女人给拦住了。你是谁？你想干啥？小张哆哆嗦嗦地问道。那个女人看着他，微微一笑，说道：“我是蛇仙的使者，特地来找你。”小张一听这话，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他连忙求饶，说自己啥也没干，求那个女人放过他。那个女人却说道：“你父亲得罪了我们蛇仙，我们要拿你开刀。不过看你也是个老实人，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件事儿，我们就放过你。”小张一听这话，连忙点头。那个女人便告诉他，要他在村子里散布谣言，说蛇仙要报复村子，让村民们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小张一听这话，心里头直犯嘀咕。他心想这事儿太不地道了，可又不敢不答应。于是他便按照那个女人的吩咐，开始在村子里散布谣言。结果这事儿还没传开呢，他就突然失踪了。直到今天，他被赵明辉他们给找到了。赵明辉听完小张的讲述，心里头直冒冷汗。他没想到这蛇仙竟然如此狡猾，竟然用这种手段来报复他们，这可咋办呢？支书，老张头急得直跺脚。赵明辉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咱们得找个法子，
跟那蛇仙好好谈谈，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否则咱们村子就毁了。于是他们又开始发动全村人，准备了一些礼物和贡品，再次来到了老庙。他们跪在祭坛前，开始祈求蛇仙的原谅。这一次，他们没有等到闪电和金光，却等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你们想干什么？那个声音问道。赵明辉一听这话，连忙说道：蛇仙大人，我们知道错了，请您原谅我们吧，我们愿意为您做任何事儿。那个声音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赵明辉一听这话，心里头直发毛。他连忙说道：蛇仙大人，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满足。那个声音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好吧，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得在村子里建一个蛇神庙，天天供奉我，还得把村子周围的山林都保护起来，不能再乱砍滥伐了。赵明辉一听这话，连忙点头。他心想，这要求也不过分，只要能让村子恢复平静，他们愿意这么做。于是他们开始动手建蛇神庙。他们选了一个风水宝地，开始破土动工。村民们纷纷出力，有的搬砖搬瓦，有的和泥砌墙，忙得热火朝天。不久之后，一座崭新的蛇神庙就建成了。他们选了一个吉日，开始举行开庙仪式。那一天，全村人都来了，他们跪在蛇神庙前，祈求蛇仙的保佑。仪式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意外。赵明辉心里头暗自庆幸，他心想，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直劈向蛇神庙。村民们吓得尖叫起来，纷纷躲闪。赵明辉也愣住了，他心想，这事儿怎么又出岔子了？就在这时，只见那条长脚小蛇从闪电中缓缓落下，落在了蛇神庙的屋顶上。它浑身散发着金光，显得格外神圣。蛇仙大人，蛇仙大人！村民们纷纷跪在地上磕头。只见那条小蛇抬起头，看了看他们，然后缓缓点了点头。接着，它便化作一道金光，消失在了夜空中。村民们欢呼雀跃，他们知道，这事儿算是真正解决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加分享。小鹿祝您好运连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